我用尽心机怀了将军的孩子，却发现将军府上那不受宠的夫人是我心心念念的救命恩人。拿去吃吧。那好，余生他只管干干净净，前路由我来扫清。我18岁时边关饥荒，为了吃饱饭，也为了自保，我钻进了将军的营帐。将军，回京后，您还会记得阿瑶吗？本将夜夜流连，怎舍得忘了你？只要你听话，将军府定有你一席之地。在军帐中，我用美色柔顺，以及我所能感知到的所有情爱技巧，本将军说话算数，将宋义牢牢握在手中。阿瑶定会死死缠住将军。打去，这样几招。阿瑶姑娘，您可是哪里不适？要不奴婢去请军医。不必大惊小怪，许是水土不服，并无大碍。恭喜姑娘，已有近3个月的身孕，胎相稳固。真的，是真的吗？恭喜夫人。太好了，阿瑶，我宋义要有孩子了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平安回来就好。这府里也是一团糟，等你回来收拾呢。欢迎妹妹。这是府里的柳姨娘。好了，进去说吧。听说了吗？夫人被老夫人关了禁闭，说是她意图对柳阳腹中的孩子不利。嘘，小声点儿。娘，阿瑶腹中孩儿有军医诊断为男孩，孩儿想给他一个名分。既是个男孩，自然要给名分。只是这进了府，便得按府里的规矩来，明白吗？阿瑶，可是冷了？义儿，你既归来，也该去看看府中那位罪妇了。将军府的规矩不能坏在他手上。宋母口中的罪妇，就是将军夫人吧？竟被关押在这样破败的别院里。穆婷，是我看错你了，没想到你如此歹毒，连妾室孩子都容不下。将军，夫人是冤枉的，求将军明察。翠竹亲口说的，证据确凿。翠竹，还不拉下去掌嘴！真是晦气！你犯下这些事，府中事务就交给翩翩主理吧。
念在往日情分，罚你杖责30，在这院中待到阿瑶生完孩子。这玉佩是你吗，恩人？拿去吃吧。阿瑶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将军，恐怕是你的儿子在抗议呢。他才3个月，见不得血腥。既然阿瑶都这么说了，这30掌就免了吧。穆婷，你这罪妇最好安分待着，莫要再动歪心思害人。将军，您出征辛苦，多吃点肉补补身子。打扮得跟半个主子似的，柳翩翩这是想将翠竹推到宋义身边分宠。阿瑶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将军，这鸡肉闻着腻，吃着干涩，好难吃。那就不吃，尝尝别的。将军，您瞧这丫头。怎么了？这丫头长得倒也清秀，就是这一双黄豆眼，生得真讨喜。你欺人太甚！哎呀，都是阿瑶的不是，惹得刘姐姐和丫鬟都不开心了。将军，您罚我吧。胡说什么？一个下人而已，莫要伤了自己的身子。偏偏你的丫鬟规矩真是好，主子说话，她竟敢甩脸子跑了。是妾身管教无方，将军息怒。将军，我吃饱了，想出去走走消消食。我陪你一起。不用啦，将军公务繁忙，若再陪我，晚上又要熬夜了。阿瑶会心疼将军的。阿瑶，你真是个体贴的人。快去吧，我等将军处理完公务回房。见过主子，主子，这前面是禁足的地方，您还是避着点儿，莫沾了晦气。晦气？我从不信这些。食盒给我吧，我顺路带给夫人，你早点回去歇着。拦住他！夫人，把食盒打开，我看看。放肆！谁给你的狗胆，竟敢给正房夫人吃这种东西！主子饶命，奴婢什么都不知道，都是上面交代的。罢了，他不过主子眼里的一条贱命，东窗事发之时用来顶罪的。下去吧。还有热乎饭菜吗？给夫人备一份。回主子，晚饭时间过了，现在只剩下几个白面馒头。白面馒头也比馊饭强，装起来。是。10年前，也有人这样为满身是伤的我上药，那锭银子救了我的命。你又来做什么？夫人已经什么都没了，你们还没害够吗？红玉姑娘误会了，我是来送吃的。你这丫头疯了！我们姨娘好心送饭，你竟敢打翻！我要去告诉将军。罢了，若是当年有这些馒头，爹娘或许就不会饿死了。姐姐，
这馒头脏了些，但是比馊饭好了不少。红玉，还不跟顾姨娘道歉？对不起。我去厨房给姐姐拿些干净的来。馊饭都吃过了，还怕这些？姐姐，你这玉佩真好看，我以前好像见过一样的。这是祖母传给我的，世上独此一美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以前见过我？也许吧。姐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这些日子，夫人的身体总算好了些，至于背后那些眼睛，也是时候该拔掉了。去死吧！快来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顾姨娘落水了！救人啊！快来人！快来人啊！都是你！要不是你，我已经是主子了。柳姨娘答应过我的。将军，阿瑶好怕。多亏提前给翠竹喂了药，才抖出这些事。柳翩翩，这就是你调教出来的好丫鬟。将军，把夫人放出来好不好？夫人，好像我早逝的姐姐，阿瑶好害怕，想让夫人陪着。好，依你。宋义知道我并无姐姐，想必这话也正合他意吧。当晚我便发起高热，而夫人被放了出来。她看着我似有责怪，好像知道我是故意落水，可这又怎么样？孩子不是还在吗？夫人呢？你一醒就问她。阿瑶那是梦到姐姐了，醒来就看见将军，阿瑶好生开心。夫人守了你一夜，我让她去歇息了。昨晚守着我的明明是夫人，可这桂花香是柳翩翩惯用的。宋义啊宋义，你刚从她的被窝里出来吧？夫人这样好的女子，你哪里配得上？这就是夫人检净后分发给大家去煤气的点心。柳翩翩，你私自加了藏红花，是想陷害夫人。你腹中的孩子若是不想要，我成全你。柳翩翩，既然你这么想要这份福气，我就让将军亲自喂你。既然你要斗，我就让这蚁穴彻底被怪。算算时辰，药效也该发作了。柳翩翩，这就是你算计我恩人的代价。从今往后，你休想再有孕。是他，是这个毒妇害了我们的儿子。将军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他杀了你的长子。我会查清楚，给你个交代。居然没有直接定罪，许是之前冤枉了夫人，他心中有愧。不好，老夫人怎么来了？自己生不出来孩子，就要害死别人的孩子，我是造了什么孽，有你这样的儿媳妇？老夫人息怒。娘，这是儿子的家事，不劳您费心。这时候，我以为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，但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柳翩翩的姑父是当朝宰相，子嗣的死只会落在夫人头上。将军，夫人受不住了，再打下去会出人命的。翩翩的姑父是宰相，若不教训他一番，本将军怎么向宰相府交代？
住手！多美的一张脸啊！你腹中的孩子定也生的标致，他会叫将军爹爹，叫我娘亲。你若是放了夫人，这腹中的孩子便是你的，他本来就是我的。顾瑶，这是你欠我的。偏偏，当心伤了我们的孩儿。将军，这也是你的意思吗？宋义竟然默认了，果然男人根本没有心。姐姐，我该怎么办？不，我一定会救你的，一定会有办法的，一定！阿娘，你等了一辈子的男人，如今成了我救命的最后筹码。三哥，你说这荷包绣好之日，便是你来娶我之时，我等着你。世人只知我是孤女，却不知我是皇室骨血。阿娘，保佑我吧。红玉，拿着它去三王府找三王爷救命。阿娘，听说三王爷早已妻妾成群，但我顾瑶这一生都在赌，这次我愿以命做赌注，换姐姐平安。是他，不，阿娘，这张像你的脸是我最后的杀手锏。将军，求您饶了夫人吧，她身子弱，经不起在柴房的搓磨。混账东西，竟敢拿后院烟杂事来污王爷的耳！宋将军，你这后院似乎不太平啊。让王爷见笑了，不过是几个女人争风吃醋，人家还怀着孩子，还不快扶起来？正巧本王近日在京中无趣的紧，走，去柴房瞧瞧。宋将军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对自己的正妻动私刑！王爷恕罪，王爷恕罪，是这毒妇害了柳姨娘腹中胎儿，微臣一时激怒才……哦，那柳姨娘呢？传她来见本王。是，传柳翩翩。求王爷做主，夫人送来的糕点里有藏红花，害死了妾身的孩儿，证据确凿啊！证据？本王看是你自己为了陷害正妻，不惜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吧？王爷明察，妾身断不敢害亲骨肉啊！王爷，偏偏生性温良，绝不可能。哼！来人，给本王查，这将军府最近是谁买了藏红花？是。柳姨娘，药铺老板亲口供认是你贴身丫鬟买的药，虎毒尚不食子，你竟如此恶毒！冤枉！我只是想陷害夫人，是顾瑶，一定是顾瑶那个贱人，是顾瑶！将军，柳姨娘已经送往后山乱葬岗草草掩埋了。王爷发了话，对外只说是恶疾暴毙，没人敢多嘴。死有余辜，这毒妇险些害得本将丢了脑袋，谁会为了一具尸体得罪王爷？柳家若问起，便说他谋害主母，畏罪自刺。柳翩翩，你机关算尽，到头来连口薄官都换不回。这吃人的将军府死了一个柳翩翩，还有虎视眈眈的宋母，若不彻底换了天，谁也别想活。这罪妇竟然真敢让他踏出这门，克死了翩翩，下一个还不知道是谁。娘，且随他去吧。如今王爷盯着，阿瑶的胎要紧，出不得岔子。姐姐，挺直腰背，这将军府欠你的血债，我要让他们一分一毫的吐出来。
不知是什么人，竟敢在将军府大门闹出这样的声势。岳父、岳母，您二老这是何意？畜生！老夫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将明珠错嫁于你这小人。你竟敢将我穆家的女儿关进别院等死！你，我的儿，婷儿，我千娇百宠养大的女儿，竟被这起子烂心肝的折磨成这样！亲家母，话不能乱说，是他自己犯了错。闭嘴！你宋家当年不过是寒门小户，若无我穆家提携，你儿子还在土里刨食。宋义，你既不珍惜我儿，两家这亲也不必再继续结了。哼！来人，按着当年的陪嫁单子，给我一箱一箱的送，哪怕是一根绣花针，也别留在这种肮脏地方。是，给我搬！是，过来！你们干什么？宋义，这只是开始。没了穆家的钱，你这将军的名头还能撑几天？我不管，这些东西登记在册就是将军府的。义儿，你快说句话呀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进了宋家的门就是宋家的东西，你们这是明抢！放下！这是我宋家的财路。宋老夫人，这些年你吃我女儿的，穿我女儿的，连你脖子上戴的都是我穆家的陪嫁，如今还有脸说这话？你竟敢打我！打的就是你这个贪得无厌的老钱婆！再敢拦路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！宋义，你引以为傲的将军威威，不过是建立在夫人的嫁妆之上，财路一断，我看你如何维持你那虚伪的清高。姐姐，你看，财神也走了，这破落户的真面目藏不住了。岳父、岳母，请留步。是小婿被猪油蒙了心，听信谗言误会了婷儿，求二老再给小婿一个改过的机会。机会？你让婷儿在别院等死的时候，可曾想过她是你的发妻？这一巴掌是打我厚颜无耻，这一巴掌是打我宠妾灭妻。
婷儿，你若走了，这将军府就真的散了。求你，看在往日情分上，留下吧。姐姐，别急着走，这戏才演了一半，这将军府欠你的还没还够呢。想让我留下，可以，但从今往后，这将军府的中尉必须由我说了算。哼，找上门来又怎么样？他不还是离不开本将？都怪我，不然姐姐现在早已是自由身了，何必留在这牢笼？阿瑶，我若走了，穆家固然能护我周全，可你呢？你怀着身孕，在这府中孤立无援，我怎能丢下你一个人？姐姐，你本该去过自在日子的。这1年多，我死过一回，现在活过来，不只是为了自己。那接下来，姐姐打算如何？宋义现在虽然怕你，但日子久了，难免故态复防。他要的是钱，要的是穆家的扶持，那我就如他所愿留下，但这将军府的天得换一换了。这狼窝，我陪你一起拆。我要让那些踩在我们头上的人，都尝尝掉进深渊的滋味。娘，你疯了，还没闹够吗？现在他是财神爷，得供着。宋义，求姐姐留下，是你这辈子做的最错的决定。来人，把钟父所有的账本和钥匙全部送到我房里来。夫人，我这就去。这府里的开销倒是有趣，老夫人1个月要吃掉30盏极品血宴，将军每月的酒钱竟比军饷还高。姐姐，这可都是咱们将军府的体面呢。体面，那是建立在我的嫁妆上，如今嫁妆撤了，这体面也该碎了。传我的话，从今日起，府内开支缩减80%。是夫人。作死啊！我的血燕呢？拿着刷锅水糊弄谁呢？老夫人息怒，血燕昂贵，如今府里库房空虚，吃不起了。你胡说！义儿是将军，怎么会吃不起血燕？你分明是报复！老夫人有所不知，将军那点俸禄还不够填补外面的亏空，夫人这是在帮将军府省钱还债呢。快去，给本将买陈年的花雕来。将军回来的正好，往后府里开源节流，将军那些狐朋狗友的酒钱，以后便免了吧。穆婷，你别太过分，本将是为了应酬。将军俸禄微薄，若非要喝酒，不如先去把那欠了3月的俸米领回来。义儿啊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这毒妇是要断了咱们的粮啊！听夫人的吧。宋义，这才只是断粮，好戏还在后头。想我宋家好歹也是将军府，如今竟连顿像样的燕窝都吃不上，那穆氏小人是想活活饿死我。娘，你就消停点吧，现在全府的钱都在他手里，连我都要看他的脸色。他还能管得住我的私房？那几件赤金头面，够咱们快活好一阵子了。抓贼呀！有人偷夫人的首饰啦！快
什么叫？这是我的东西。老夫人，夫人正查着账，您这大白天的背着包袱翻墙，莫不是想把府里的家底都搬空了，去贴补外人？这是我的，我自己的。老夫人，您若是手头紧，大可直接开口。这般行径传出去，岂不让全京城笑话？够了，娘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宋老太婆，这贼的名头，你这辈子都别想摘下。杏儿，出什么事了？哭成这样。姨娘，我爹娘他们收了邻村官夫的聘礼，要把我卖过去抵债。他们说我若是不回去，就要来将军府闹事。抵债？当年他们把你卖进府里时，已经断了亲缘。如今看你在将军府过得好，竟又想吸你的血。哼！我从小流浪，最恨这种敲骨吸碎的至亲。杏儿护我周全，我定不让他重返我的覆辙。这是怎么了？杏儿眼睛红得像核桃。姐姐，这世间竟有如此狠心的父母，想把杏儿再卖一回。卖儿卖女，最是无耻。阿瑶，你打算如何？我想给杏儿寻个好归宿。她是个清白姑娘，不该一辈子在这府里当奴婢，更不该被那对畜生毁了。去，告诉那对夫妇，杏儿是我穆家看上的人，再敢打她的主意，官府的板子可不长眼。杏儿，你听好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娘家人，我的嫁妆就是你的底气，谁若敢轻贱你，先问过我。姨娘，杏儿不要嫁人，杏儿要伺候姨娘一辈子。胡说什么？在这吃人的将军府，总要走出去一个。等孩子出生，你便带着这些东西，风风光光的出嫁。救了杏儿，也像是救了当年那个无人撑腰的自己。阿瑶，本王这些日子夜不能寐。当年是本王不告而别，本王竟不知他为我受了这么多苦。王爷言重了，母亲临终前只说他命薄，从未怨过旁人。你这张脸像极了他。本王想补偿你，只要你开口，这将军府若是待不下，王府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王爷，阿瑶现在过得很好，将军虽体弱，但夫人宽厚，就不劳王爷费心了。这是给未出世孩子的，你定要收下。王爷，母亲临终前曾有一句话，托我一定要带给您。他说什么？可是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？母亲说，愿王爷儿女成群，平安顺累。平安顺累，他竟是这般恨我。王爷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诛心才最长久。母亲等了您一辈子，这一句是她最后的回礼。
愧疚若是能救命，我娘早该活过来了。三王爷，这辈子的噩梦，您就慢慢做吧。将军，明日是兵部尚书家的马球会，各家将军都备了西域宝马，咱们府上那几匹老马怕是跑不动了。胡说！本将乃镇北将军，岂能骑着烈马丢人现眼？可夫人管着账，说府中银钱短缺，不准再买马。穆婷那是诚心让本将难堪，他手里掐着穆家的银子，却让本将守着空壳子过活。去！找京城的恒隆钱庄先见钱庄，先借5000两，本将要那匹日行千里的追风。顾姨娘放心，宋将军那5000两高利贷契约已经签好了，3分利，利滚利。别让他察觉，他要借多少你就给多少，只要他敢拿命去填那个虚荣的坑，我就送他一程。明白。等到了收网那天，小的一定带着欠条上将军府讨债。宋义，你最爱那层脸面，我会亲手把它撕下来，踩进泥里。瞧瞧这马，这可是大胆国进贡的宝马，日行千里，夜行800。婷儿，这马是军中同僚送的，不必入府账。既然是同僚送的，将军可要好好养着。只是这马草料昂贵，别到时候连马都养不活，成了笑话。将军英姿飒爽，配这宝马自然是好的，只盼这体面长久些，别是借来的风头。这小家伙方才是不是踢你了？力气倒是不小，定是个调皮的。他是急着出来见护着他的嫡母呢，若不是姐姐这些日子精细养着，我哪能受得住这沉重的身子？你我之间还说这些见外的话，在这府里也就咱们两个能说说话了。姐姐，等孩子出生，身子骨壮实些了，我们便一起离开这儿吧。离开？这将军府虽烂，却也是你的家。孩子生下来便是将军府的长子。姐姐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这将军府的天是阴的，人心是烂的。宋义如今借了高利贷，宋母又是个拎不清的，这里哪是养孩子的地方？等咱们攒够了提记，天大地大，哪儿不能去？我想带姐姐去江南看雨，去大漠看雪。将军，钱庄又派人来催债了。宋义，看吧，这是你最后一点安稳日子了。等孩子啼哭声响起的那天，就是你噩梦真正开始的时候。好，等孩子平安降生，姐姐陪你走。坏了，是横位，顾姨娘力气快用尽了，再生不出来，母子都保不住啊！姨娘，你用力啊，求求你了！生个孩子闹出这么大动静，血腥味冲天，真是败坏府里的运势。阿瑶，撑住！想想我们说好的江南，你不能丢下我。在这守着也是晦气，账上本就没几个钱，若是死个人还得大办丧事。走吧，回书房歇着。
宋义，阿瑶在里面为你拼命，你却嫌晦气。今日阿瑶若有事，你便偿命。反了！你这毒妇竟敢弑夫！滚开！宋义，你若是敢踏出这院子一步，我立刻血溅当场，让全京城都知道你镇北将军是如何逼死妻妾的。穆婷，你疯了！你竟敢对本将动剑！姐姐，这辈子欠你的，阿愿还不清了。生了！恭喜将军，顾姨娘生了个小公子。是个男孩。阿瑶，你瞧，他生得好。姐姐，给他取个名吧。单名一个熙字，愿他如晨曦，从此再无黑暗。好，本将终于有后了，是个男娃。哈哈，列祖列宗保佑，我宋家总算没断了香火。将军，小公子生得威武，这讨喜的赏钱，这本将出来得急，回头重重有赏。将军统领万军，自然不拘这些小节。产婆辛苦了，这些拿去给姐妹们喝茶。多谢夫人，多谢夫人打赏，夫人真是活菩萨。宋义，这是你的后代，他出生时护他周全的是我，给他尊严的是夫人，而你连一份赏钱都给不起。这孩子眉眼间倒有几分像翩翩。阿瑶，我想过了，翩翩走得冤，希儿又是长子，不如将他记在翩翩名下，也算全了我对他的一番情分。将军再说一遍，记在谁名下？柳翩翩啊，他虽身死，但我心底一直有他的位置。希儿记在他名下，往后也能多个人疼。宋义，你还没醒吗？柳翩翩是个什么货色，全京城都知道。你想让我的希儿一辈子背着毒妇之子的骂名吗？顾瑶，你竟敢打本将！我打的就是你这个领不清的胡铜锤。希儿是我拿命换来的，她只能认夫人为母。她是将军府正儿八经的嫡子，除非我死，否则谁也别想往她身上泼脏水。将军，柳家早已倒台，你若非要记在柳翩翩名下，这将军府的开销，往后便去找地府里的柳氏要吧。本将也是一时糊涂，依你们便是，记在夫人名下。将军最好记牢了，希儿的名分就是我的命，谁敢动，我就跟谁拼命。阿瑶，这一巴掌摔得痛快。姐姐，对付这种烂人留不得半分脸面，希儿的未来必须干干净净。宋义，你心里的那点救人和旧情，我会亲手一点点给你剜出来。怎么回事？这个时辰了，兵部的刘大人、尚书府的王大人怎么一个都没到？回将军，各家大人都差人送了礼，说今日身子不适，或是府中有急事，都不来了。不是，全都约好了，不是？这群趋炎附势的小人，定是看我宋家财路断了，故意给本将难堪。穆婷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没人会来？你故意看本将的笑话！将军，您骑着借钱买的宝马招摇过市，债主都快堵到门口了，谁敢来喝这顿随时会变超加酒的满月宴？既然客人们都不来，将军也别白费了这些好菜。这些燕窝鹿茸，
可是我爹娘特意送来给希儿庆生的。本将乃当朝将军。宋义，这就受不了了，你的体面很快就会被彻底撕破。将军慢慢砸，这些桌席面抵你半年俸禄，砸完了记得去把账结了。走吧。那位喝闷酒的将军是谁？倒是生了一副好皮囊，只是看着有些落魄。回公主，那是镇北将军宋义，近来家事不顺，正愁着呢。宋将军，这酒一个人喝多没趣。天不亡我宋义！你可知今日席上，长公主亲自给本将敬了酒？将军，长公主可是当今圣上的心头肉，虽是丧偶之身，但权势傲天啊！穆家不给钱又如何？只要本将攀上长公主这根高枝，什么穆家，什么王爷，通通都要看本将的脸色。这才是真正的通天大道。今夜将军在宫宴上得了长公主的青睐，似乎又有精神了。长公主，那个出了名的面珠无数、最爱玩弄武将的荒唐公主。宋义怕是觉得自己遇到了救命稻草，却不知那是一根催命符。他若是真感动了上母的心思，必然会想办法甩掉我们这两个累赘。爬得越高，摔得才越疼。他既然想做公主的入幕之嫔，我们就送他一份厚礼。宋义，你想拿长公主当跳板，可公主府的门是那么好进的吗？穆婷，这和离书你签了吧？你穆家撤资在先，本将已得长公主青睐，这将军府正妻之位你占不得了。就是生不出嫡子，还拿捏着中废不放。如今义儿要上母，你识相的就赶紧卷铺盖滚回穆家，别挡了我儿的大好前程。宋义，你当真以为攀上长公主就是通天大道？将军，您口口声声说要上主，可您确定公主进门后，您在这府里还能做主？放肆！本将是驸马，自然是一家之主。公主府的面兽多如牛毛，哪个不比将军年轻体面？您拿什么去争宠？是拿您那亏空的身体，还是拿您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？宋义，你大可试试。今日你休妻，我便带着希儿去长公主府门前请命，让全天下看看你这软骨头是如何卖气求荣的。将军，公主最爱的是体面，若让她知道您这将军府不过是个金玉其外的空壳子，您猜她是会赏您荣华富贵，还是赏您3尺白绫？你们宋义，你想甩开我们去过好日子，做梦！明儿个妾身给您炖一盅上好的补汤。姨娘，这药将军身子本就亏空，若是再用这透支精气的秘药，怕是会折寿。折寿？他这般急着攀高枝，我便送他一股冲天的劲头。若没这药撑着，他那副残败身躯，怎么在长公主面前维持威武将军的体面？宋义，我便助你一臂之力。将军，这是妾身守在小厨房3个时辰，为您特意熬制的补气汤。阿瑶，还是你懂本将。说来也怪，这几日服了你的汤，本将只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那是因为将军正当壮年，如今您得公主青睐，
这满京城谁不敬您3分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打仗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兵法。这兵法呀，就是穆家王爷，你们都看着吧，本将这高枝攀定了。攀吧，攀得越高，等药劲儿散了，摔得就越碎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打仗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兵法。行了，宋将军，本宫瞧你今日这身官服，补丁都快打到袖口了。本宫府里的马夫穿的都比你体面。微臣一心报国，不拘小节。是不拘小节，还是穷酸破落？本宫听说你那将军府现在连燕窝都买不起了。这是微臣特意为公主准备的薄礼，请公主莫要嫌弃。慢着，将军，您拿亲生儿子的周岁金锁来讨好公主，这薄礼未免太重了些。好你个宋义，拿小儿的物件来糊弄本宫，你当本宫这公主府是收破烂的行营吗？公主息怒，公主息怒。本宫最恨没骨气的穷酸鬼，来人，给本宫狠狠的打，打到他记清自己的身份为止。啊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将军，这就是您求来的通天高枝。微臣知错了，求公主再给微臣一次机会。哟，这不是那位卖子求荣的宋大将军吗？一身臭气，莫要惊扰了公主的凤驾。什么大将军，不过是个自以为是的穷酸鬼。来人，往后本宫门前严禁疯狗靠近。将军，梦醒了吗？您拿命攀的高枝，连看你一眼都嫌脏。宋义，你为了上母不惜休妻卖妾，偷透子财。如今公主有了新欢，你在这京城已成笑柄。你们设局害我！路是将军自己选的，这只是个开始。宋义，你求而不得的权势，逐将成为你的索命绳。走吧，阿瑶，回府。公主说了，这等穷酸破落货，留在府门前都嫌晦气。不，本将还没上母。燕儿啊，我的将军儿子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谁把你害成这样的？老夫人慎言，将军这是在长公主府尽兴太过，中了风，废了身子。大夫，您给瞧瞧。将军本就亏空，又受了惊吓，气急攻心，气血冲顶，下半身彻底死凑了，这辈子只能在榻上过了。废了，我的将军儿子废了，宋家完了。宋义，你当初逼我入别院时，可曾想过，你也会有躺着求人的一天？将军，您梦寐以求的体面碎了一地，往后咱们就在这府里慢慢磨。
穆婷，你心肠太狠了！一儿瘫在床上，你竟撤走了所有伺候的奴才，连口热汤都不给送，你是要活活饿死他吗？老夫人，这叫开源节流。府里没钱养闲人，将军既然病了，最亲近的人伺候才最尽心。我不去，那屋里全是尿骚味儿，我受不了。让顾瑶去，她是姨娘，她去伺候。老夫人，母慈子孝，正当此时。您若是不肯去，这将军府的马棚旁边倒还缺个喂马的，您选一个。您当初纵容宋义折磨夫人时，可曾想过有今天？进去吧，好好彰显一番您的母爱。放我出去！娘，救我！开门！放我出去！我不要待在这儿！宋义，你离我远点，别把脏东西蹭我身上！宋义，这滋味够不够你受一辈子？顾姨娘，这药太苦了，一儿每次喝完都浑身发抖，能不能……老夫人，这可是妾身好不容易求来的良药，专门治将军这中风之症，怎么能不喝？将军，这药里加了黄连、大黄，还有最败兴的寒食粉，滋味如何？您从前最爱在那柳氏帐室度春宵，如今废了身子，躺在这里求死不能，这便是妾身送您们的报应。姐姐，我心里的这股郁结，瞧着他这副模样，总算是散了。散了便好，他这辈子还长，咱们慢慢熬着。将军，明儿个妾身再来送药，您可得活久一点。哼。大娘亲，希儿抓到蝴蝶了。希儿真厉害，一会儿大娘亲教你写字，可好？这孩子只跟姐姐亲近了，连我这个亲娘都要靠后了。希娘亲，这里面是什么声音？大娘亲，屋里那个怪人是谁啊？希儿听话，那里住着个疯了的怪人，是个无关紧要的人，咱们不理他。那是我的儿子，是本将的儿子。顾瑶、穆婷，你们竟敢让本将的血脉不认亲父！宋义如今废了，这将军府已成京城笑柄，本王不能看着这孩子被累了前程。这是本王进宫求来的恩旨，封希儿为承安爵，10邑300户，往后他不必承袭那宋义的败落军前，他是圣上亲封的爵爷。多谢王爷，有了这爵位，希儿往后入仕也算有了屏障。阿瑶，本王知道你恨我，宋义得此恶果，本王亦觉得大快人心。往后府里短了什么，尽管差人去王府报信。王爷的大快人心，
是以我母亲的一生和我的童年为代价。这恩旨是给希儿的，并非给我的。王爷请回吧，这将军府虽然破落，但清静。宋义一直指望着靠儿子能翻身，等他100年后承袭他的将军爵。如今他连这个念想都断了。希儿是承恩爵，从此与这罪臣宋业再无半点干系，他只是我们2个人的孩子。宋义，你引以为傲的姓氏与你的后代再无关系。哦不，你根本就没有后代了。一书书到尾，2书白发齐眉，3书儿孙满堂。杏儿，出了这家门，你便是自由身了。夫人的大恩，姨娘的护佑，杏儿这辈子做牛做马也报不完。傻丫头，说什么报不报的？这里面是我为你攒的6000两压箱底钱，你听好，到了婆家，若是有人敢欺负你，尽管挺直腰板，我的嫁妆就是你的底气，我就是你的娘家。听，这乐声多好听！姐姐，宋义最恨府里有人越过他去风光。他越恨，咱们就办得越红火。哼。在这个吃人的府邸斗了这么多年，总算亲手救出了一个。娘亲，杏儿姐姐是去过好日子了吗？是，她去过没有锁链、没有阴谋的日子了。杏儿，带着嫁妆走远些，永远别回头。下一个就是我们。皇兄驾崩，本王已受命摄政。阿瑶，你母亲若在天有灵，王爷慎言，我娘在天有灵，只会庆幸没看到你如今这副假仁假义的嘴脸。本王今日来是来清算宋义的，他私设的那些黑市庄骗和军中账册，本王已悉数核准。他一直以为王爷掌权是他翻身之日，这些年瘫在榻上，还指望那些府外的暗桩能给他供银子。本王已断了他所有的非法财路，从此往后，这世上再无镇北将军，只有欠了一身军债的废人。查摄政王日，逆臣宋义。哼，将军，这些地契庄票，王爷说了，全数折钱，发往边关充作抚恤。不！阿瑶，你若心里还有气，本王可以。王爷以为抄了他的财路就能抵消你的罪，他贪婪，所以毁在贪婪里，而你懦弱，所以毁了我娘的一生。在我眼里，你们并无分别。阿瑶，本王快走了，死前能不能听你唤本王一声爹？王爷，我娘在等您。至于那声称呼，您还是亲自去问问她，您配不配？本王把江山都护住了，却唯独护不住你们母女。阿瑶，给爹一个改过的机会。机会？我娘在雪地里求医时，你在高门内赏雪；我在将军府生死一线时，你在权衡利弊。王爷，这世上的债，人死了就清了，但心死了，便再无回响。孩子叫外公啊！娘亲，这个老爷爷的眼神好可怕，我们回家吧。阿瑶，他走了。
走了好，从此这世间再没人能拿所谓的血脉来桎梏我了。母亲，您看，他求了一辈子，最后还是什么都没带走，咱们的债彻底清了。姐姐，咱们守着这名存实亡的将军府也够久了。宋义名下的那些产业早被没收充公，如今这府邸空壳一个，咱们也该为希儿的往后打算了。穆家在江南有药材渠道，我在京城有贵人门路。既然这府里晦气重，咱们就用万担药香压一压这腐烂味。动作麻利点儿，兵部侍郎府定下的老身绝不能出了差池。顾掌柜，穆夫人，咱家王妃说了，只认准你们府上出来的药，成色最是地道。将军府这块牌子虽烂了，但这将军府出品的噱头，倒是让那群惜命的贵人趋之若鹜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宋义糟蹋了这么好的缘分，如今咱们穆家和你却结了缘。阿瑶，这一拜，你便是我穆家的干女儿。阿瑶流浪半生，蒙姐姐救赎，往后余生，阿瑶定当承欢二老膝下。好闺女，往后娘给你撑腰，穆家就是你的天，我看谁还敢说你半个不字。娘亲，大娘亲，外祖父说要带我去江南看梅花。从此这将军府彻底成了咱们姐妹的天下了。以前咱们是客，是妾，是罪妇，如今咱们是穆家的千金，是这宅子的主人。这宋家的牌子总算摘了，往后咱们这儿可就改姓穆喽。改得好，这可真是一桩大好事儿！夫人，顾娘子人断气了，虽说是这般下场，但名义上终究是朝廷的将军。这后事，姐姐，你怎么看？他虽负我千百回，但我穆家最重礼教，给他选最上等的楠木棺材，请京城最好的法师，送他风光下葬。姐姐当真大度，这银子花下去，外头只会夸穆家主母仁至义尽。谁还会记得别院里那个废人？全了名声，也是为了希儿弯后入世，不留半点污名。宋义的死是全城的喜事。娘亲，那个怪人走了，这院子是不是就能种我喜欢的牡丹了？是，那些晦气都随风散了，往后这府里的每一寸土都是咱们穆家的。